仁医的养成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他们期望平愈患者身心病痛，以爱与关怀丰富最初投身医疗的热情、使命。今日，医师们成就了过去的不可能，明日一样高山，一样大海，这股力量持续驱策迈步。妇产科医师就是要随时待命啊，出来晚了哇，人家要 BB call 来了，就要赶快回来啊。他是李玉祥，号称台湾最会接生的医师之一，接生将近2万个小孩，最高接生数字一天是19个。生越多的信任感就越增加。然而，就在39岁那年，却被诊断罹患了鼻咽癌。为什么他得到这种病？他还要想救人啊！这边只剩下40名，那这边只剩下，所以我现在变残障人士啊。李玉祥除了过人的毅力，还有过人的记忆。每个妈妈的产程，每个宝宝的成长记录，多年来都印在脑海。因为照顾病人，他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病人登记的资料从一开始要生哪一天要生，我这边都有记录。晚上10点多，然后他就陪我在医院里面等到4点多。接生数字不断增加的背后，却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记录。2018年，年届70的李玉祥又再次面临癌症后遗症的考验。主要咱取杯可以比较干净的，这给他清气啊，他无拉什么啊，他自己当病人开刀当天，他也是一样，就是带着病人的手圈，他就是很坚持，就是他一定要看到病人。在产科医师人力短缺的台湾，一位即将迈入70岁、接生近40年的资深医师，面临着体力传承的双重考验。他将如何坚持这份人医使命？现在是信任产生人士。不用怕，来可以，我帮你扶着。Fighting！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所以我们尽量尽可能在1点钟之前通过。赵伟华大的。接受了哈。他是李玉祥，号称台湾最会生的妇产科医师之一，最高纪录一天接生19个宝宝。如今69岁的他，仍然1周看诊3天，每个月接生10个小孩。坐那里也没关系。前来产检的年轻妈妈盛宇，这回生第2胎。当初第1次怀孕，网络查了好多医师，最后挑中老手医师李玉祥。我感觉他像我爷爷，我会，他就把我当成他孙女那种感觉嘛，他很亲切的，就看到他，我觉得很放松。门诊里经常可以看到20年以上早已成为朋友的老病患。嘿，上网先挂号，嘿。当初是同学介绍，而且口碑很好，然后李医师。听说他的医术很精湛，对，结果一看就看到现在20几年了。今天的话，我们来，胎盘成熟了哦，所以还是要注意胎动哦。身旁这位协助解释病情的，就是跟诊李玉祥13年的李太太陈金枝护理师。李玉祥39岁那年，因为罹患鼻咽癌、钴60照射后遗症，导致无法分泌唾液，口腔麻痹，双耳听力剩下不到一半。近10年来，说话更加吃力，且发音更困难。从此，陈金枝成了他看诊时的翻译机。为什么他得到这种病？他还要想救人啊！小孩子那时候才4岁半呢，后来还是熬过来的啦。那1个月还生了好像100多个呢。李玉祥行医路是阿嬷在他出生时就给的安排。他的生日正是农历11月17号，阿弥陀佛诞辰日。李玉祥因此成为家族中第1个当医生的人。而当时生育率高的时代，原本想当骨科医师，最后在期待下选择了当时热门的妇产科。民国66年，李玉祥退伍后，进入刚起业的台北市立妇幼医院，担任住院医师，接生了人生中第1个小孩。66年5月12号，我到妇幼院报到以后，5月19号，第1个宝宝
我自己在接生，而且我印象中这个宝宝好像是男生，体重蛮大的，超过4公斤。当时妇幼医院只有2位主治医师，人力较少的情况下，李玉祥第1年住院医师就接生了550个。在他与团队的努力下，民国70年时，全院月平均接生数接近1000人。妇幼医院从新兴医院变成了许多产妇与医师争相前来的热门医院。我曾经日夜没有睡觉，最高的记录19个宝宝。等一下旁边有时候拿个板凳坐在病人旁边打顿一下，然后病人痛了就拉你的手，按热起来检查一下，看要不要生。当医师工作达到了顶峰，民国78年，李玉祥却被发现罹患了鼻咽癌。但也在同年，老天爷为他开了另一扇窗，他接触了慈济。这份因缘让他在病痛中更领悟身为医师的使命。于是，在民国94年，李玉祥从服务28年的妇幼医院退休。55岁的他承担起带领台北慈济医院妇产科团队的责任。你都一直抱着命啊，为什么要那么拼呢？那有时候我会开玩笑想说，像人讲，生命要有宽度，要有厚度。那我现在我还能做，我们要反面说，医院只有这个机会。李玉祥主任，请上台。李玉祥主任有一张很特别的照片，让我们看看他总共接生过16468个小宝宝。在少子化的这10年，台北慈院曾创下新北市接生率最高的医院，13年来接生了23000多个宝宝。他个人更以19120个的接生数字，为近40年的行医生涯写下历史。那很感恩大家父母亲都把来我们这边生产。那医院方给我们妇产科很大的支持，往后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谢谢。乖乖出生哦，爸爸妈妈都爱你们哦。这周刚好有双胞胎的剖腹产个案，李玉祥与专师张玉婷门诊后就前来探访。来，主任这边1273。Hello， 妈妈，主任来喽。这样比较不会有疤痕。对，没错没错。以前都是开直的，对。对。36岁，好不容易迎来双胞胎的黄琼慧，明天即将要剖腹产。当初朋友极力推荐找上李玉祥，从一开始的怀疑到相处后的信任，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他。我第一次产检，我都其实有点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啊。回去就是跟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们2个都听不太懂，然后就有一点却步，但是就想说，因为人家推荐的，然后我又看到他实力很丰富，所以我就第2次又来。很奇怪，第2次都听得懂了。以前有没有很帅？现在也是帅啊，现在也帅。老人症吗？就是可能听出来的。我上次安胎，他那时候刚好过年的时候不在，然后我一回来，他就让我出院，就是他的经验真的是比较 OK 的，而且我躺了8天，然后他就看看那些数字啊，就以他的判断，隔天真的我回家也没怎样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经验是非常的足够，而且每次来产检，他人也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当初选择是对的。病人看重的是李玉祥的专业与经验，而对自我要求颇高的李玉祥来说，虽然身体不适，但照顾不能打折扣，因为肩上扛着每个病人的托付与信任。他自己当病人开刀当天，他也是一样，就是带着病人的手圈，然后可能打着针，他也是这样子，挂着点滴，他就是下来看病人，他就是很坚持，就是他一定要看到病人。你会觉得很不舍啦，可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主任他就是他对病人的用心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李玉祥对病人的用心，40年来如一日，视病犹亲是病人对他的共同印象。那李医师他那天就是我半夜大概10点多吧，晚上10点多，因为自然产你一定要等他这样顺利出来嘛，所以他不能催生，然后他就陪我在医院里面等到4点多，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生出来。即使本身就是个病人，接生工作再忙碌，看诊前的准备，李玉祥一定做得扎实。我前一天就把电脑资料全部看完，我打一次，然后门诊的时候看一次，然后下完诊以后，我会再重新电脑再看一次，所以病人来看一次，我等于认识他3次。他无数的个案中，许多产妇有母女档、姐妹档、家族几代的女性，都是李玉祥的铁粉。王昭美是李玉祥30多年前的老个案，2个女儿都是李玉祥接生。老大吴伟金如今嫁到日本，2007年怀孕期间一度听不到宝宝心跳，最后决定回台湾，让李玉祥亲自接生。这是腿吗？腿。对，你是谁？你是谁呢？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子抱住我啊，就因为我是让他接生的，因为我原本很紧张，我怕宝宝没有心跳。那我那时候他握住我的手，我就觉得很安心。那个时候我先生又刚好有事情，他出差没有办法在身边陪我，那真的是很无助。看到李医师已经站在医院门口等我，然后他还全程陪我，就带我带到待产室。那真的是让我觉得说很感动。李玉祥这么多年来，为了上万名的个案接生，有些产妇跟着他生了4、5胎，每个孩子的资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这3600，这4000，这3600，这个3800，我平均的啦。对，95、97、99、104。我真的要生了，他马上就真的就在我旁边，那种安心感。差很多，所以之后我老2啊、老3啊，甚至到现在的老4，也都是在这边。而他照顾病人的秘密武器，就是随手不离的小本子，写满了每一年、每天接生的个案资料。病人登记的资料从一开始要生哪一天要生，我这边都有记录，然后病人的电话号码我也都有。所以密密麻麻的，大概只有我自己看得懂。那每当到要1诊要到的时候，我就注意说这一个礼拜有几颗会生，那我就比较不会跑到台北市外，急难你就在台北市里面随时待命。1年1本，如今已经挤满了30多本。电脑化的现代，很少有医师亲自写下病患的资料。里面有着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对病患的情感，以及产科经验的传承。这个是来10年到现在我接生的记录，这个是从我当医生到3月时接生的记录，这个是10年到3月时生产的记录。我这个记录呢，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也不能太勉强自己，所以自己设定时刻。但是偶尔就有误差了，像下个月可能就会稍微多3次。隔天早上11点一到，李玉祥已经到了产房，准备为琼慧接生。想不要洗澡，出去。立住。菲里来哦。宝贝要来喽。好小哦，哇。很开心。很高兴。又一个生命诞生，又2个生命诞生。年纪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李玉祥一旦走进产房，就完全看不见他的疲惫。在这儿，他不只是医师，还是个老师，专注、认真、负责，让人完全忘了他的病痛。谢谢主任。麻烦开照片了。明天
你这边这比较这样看这样一起翻。好。刚忙完下午的门诊，李玉祥的体力已经有点透支。这时，意外来了一位访客。李医师，请到你吃饭不？我怎么跑来？我刚好有2堂空堂，我就扯浪旁来。我帮你充电一下。我了解。陈怡安有5个孩子，4个是李玉祥接生的。即使老大上了大学，他依然不定时的前来关怀，送上卡片。重要的是，李玉祥改变了他的人生。45岁那年，他决定重返校园，要当一位助产师。大象的有看到哈？为什么选大象？看到？为什么选这张卡片呢？因为大象给人温和可靠的印象，一如您给产家患者的感觉。当然，您也是很性格的哦，这点我非常明白。谢谢李医师。我其实是想完成一个心愿，我真的希望我可以在第一线工作这个场域里面，可以延续李医师的精神。你是什么原因会加入助产士啊？因为李医师啊。因为李医师。真的因为李医师，我没有讲谎话。他是怎么样感动你吗？因为视病由亲，从我学生时代的实习到后来工作，到后来自己5次怀孕的过程，李医师是唯一一位我见过会亲自扶起，不管是妇科的病人也好，或者是产科的妈妈也好，唯一一位会把她扶起来的医师。看着李医师的背影，陈怡安不免心疼，心疼他坚守岗位的毅力、勇气，还有他日渐虚弱的身体。你这边写躺床，要多写哦。主任，我们待会要铺一块布后，露出鼻子的部位就好。主任，咱取背开。罹患鼻咽癌29年，化疗后遗症不少，加上2018年初因为鼻腔长息肉开刀切除，鼻腔中不健康的黏膜让李玉祥痛苦不已，讲话也更不清楚。比较干净了，嘿，这给他清气啊，还无拉什么啊，吼。因为鼻腔的不舒服，李玉祥每周必须接受高压氧治疗2次，来抑制鼻腔中的细菌。卸下医师的角色，在这儿他是个病人。好，来，我们现在压力到了哈，麻烦面罩戴上哦，要开始治疗了。那2个小时，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折磨。他可能自己走路都有点不太稳了，可是他还是要硬撑着，就是希望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病人，或者是看门诊，然后甚至就是接生或是剖腹生产。治疗上的不舒服外，每天中午12点半一到，有件事情他一定要做，而且还是件大工程。年初鼻息肉手术后，李玉祥的吞咽功能更加退化，下巴严重麻痹，无法咀嚼，只能吃流质的食物，一餐3碗稀饭，一顿饭就得花上1个多小时。吃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食物会跑到鼻腔里面，所以其实他会边吃边咳。那他的动作其实速度就会非常的慢，就是下巴整个是完全没有感觉的。然后他现在可能他也只能吃一些流质的东西，
几乎他都是回家吃。我觉得他那时候是比较可以放松的。即使吃饭是一种折磨，但他还是得撑着努力进食，储备看着接生时的体力。受死的人没有跟他们承认，让我们承认，我只能忍耐了。盛宇的预产期已经过了1天，还是没有明显的产兆。一大早就在李医师的建议下，6点半前来医院报到。经验丰富的李玉祥判断，从催生开始到推进产房，预计大概要12个小时。只是漫长的等待，对李玉祥目前的体力却是一大考验。很怕死。很怕病人有事情，所以只要病人自愿，我都不敢离开医院了。等待接生的时间分秒消逝，对李玉祥目前的体力却是一大考验。手机里大学同学群组，大部分的人都退休环游世界，李玉祥却忍着病痛坚守岗位，和病魔对抗。也许这是李玉祥学习38年的剑道精神，已在心中埋下种子。人伸手不能忍，自我相信，我只能认真的做每一秒操作。也许这一秒过去了，不见了，但是这一秒到时候忍耐一下。他张力赶紧来哦。果然12小时后，晚上6点，盛宇终于要生了。李玉祥也靠着毅力撑过了12小时，而踏入产房时的专注认真，又让他忘了病痛。好，不要叫哦，先吸饱，我们再一次。加油，很棒哦！我们脚打开，脚打开，对，不要动，脚打开。哈气，哈，继续哈，手不要来哦，哈，嘴巴哈气，哈气就好了。出来了，对，24分哦，哈。他辛苦也是真的，对，他一直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啊，有没有到下一步啊，所以真的要谢谢李医师，谢谢。哇，3795，你看3795。谢谢主任啊，他也辛苦了，我也辛苦了，我们一起努力，谢谢。你是不是像我 ？Hello。好像心情，好像看，我昨天就说等下陪我12个小时，有没有？我真的好怕哦。师姐来探班了，没有。哇，有没有什么话跟主任说？心情愉快就好了啦。是哦，主任虽然累，可是他心情真的很愉快哦。对呀，病人也很合作，所以早上就来，真的是12个小时生呐。出生率骤降的年代，产科医师出走，但李玉祥用自己坚毅的生命坚守岗位，迎接每个新生。接生数字的增加虽然变缓慢了，但李玉祥克服自身病痛迎来的新生命，显得更加珍贵。当宝宝出来之后，你看到妈妈人小在掉眼泪，那种画面很温馨的。当宝宝碰在你的手上的时候，它是一个青春无染的生命，那种快乐我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的。